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见过超市门口黄牛倒号的吗？在许昌，这事儿真不新鲜。就说胖东来那网红大月饼吧，每年一上市就跟春运抢票似的，凌晨4点门口就已经排了20多号人。有个大爷裹着军大衣，说自己从洛阳坐火车来的，就为了给孙子带2盒月饼，原价30的月饼被炒到高1倍，还得排号。这真的是胖东来想要的结果吗？你会买61块的大月饼吗？有重庆游客坐飞机到郑州，再转高铁到许昌，出了站直奔胖东来，就为了喝口他们家的免费酸梅汤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合着胖东来的酸梅汤都成了跨省旅游的打卡项目。要说这胖东来的发家史，那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30年前，他还只是许昌街头一个不到20平米的烟酒店，挂着个掉漆的胖子店木牌。老板于东来那会儿还是个小伙子，现在呢，胖东来年销售额能飙到170亿，说他是许昌经济的发动机都算谦虚，简直是给这座城市的 GDP 装了个涡轮增压。咱来算笔账，许昌总人口438万，平均下来每个人一年得在这儿花3881块，这钱要是换成胡辣汤，按1碗10块算，够每个许昌人喝上120碗，从年头喝到年尾不带重样的，你说邪乎不邪乎？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们的退货政策，别的超市退货跟审犯人似的，胖东来倒好，顾客把吃了一半的西瓜往柜台上一放，说句不够甜，员工立马笑眯眯的扫码退款。有大妈把用了半年的电饭煲拿来退，说煮饭太慢，照样给退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胖东来每年光退货的钱够买3000头猪，可人家净利润照样有8亿，这账咋算的？说白了就是，你敢退，我就敢让你下次买的更多。就像邻居家大棚的大哥，你借了他的酱油，他还顺带送你瓶醋，你好意思不多来串门？所有售卖商品成本价给你标得清清楚楚，丝毫不怕你知道赚了多少钱，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毛利绝不超过30%。胖东来不光对顾客好，对员工那更是没话说。先看看整体数据，2025年1至2月份，在交完社保以后，胖东来员工平均工资就达到了9886元。这可不是1线城市的大公司，而是在许昌这样的3线城市啊。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跟小编一样，累死累活1月3000？2024年，胖东来集团税收6亿多元，利润8亿多元，而员工平均月收入就已经有9000多元了。这数字一摆出来，多少在大城市里拿着死工资挤着早晚高峰的白领都羡慕得直拍大腿。再瞅瞅人家的工资构成，可不是简单的底薪加提成那一套。工资项里不仅有基础工资、岗位工资、岗位补助，还有文化价值奖励、绩效奖励及其他奖励。这么一细分，每个员工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，拿到应有的回报。就好比你在生鲜区负责挑水果特别准，顾客每次都夸文化价值，奖励这块指定就有你的份儿。不同岗位薪资差异也很明显，普通员工的最低薪资标准是底薪3500元，绩效1500元，岗位5500元，总共是5500元。此外每月还有分红1000多元。虽说看着不算特别夸张，但别忘了这是在许昌，生活成本可低多了。而且这只是起步，要是你努力干，晋升空间可大着呢。一旦晋升为班长，底薪立马提升为5000元，科长底薪7000元，处长底薪1万元，店长底薪2万。这都还不算绩效和奖励呢。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拼搏，谁能不卖命干呢？于东来自己也说了，2025年因为要开梦之城，投资巨大，这几年就不分钱了。为了让管理层过得好，就给管理层涨工资，这老板够意思吧？再讲讲胖东来那些让人拍案叫绝的特殊奖励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委屈奖，这可太有名了。员工在按照公司规定的正常流程进行工作时，要是受了委屈，就能根据具体情况获得补贴。比如员工制止不文明行为被投诉受到委屈，可以得到500元；遭遇恐吓、辱骂等语言攻击，能获得2000元；在卖场内劝阻和制止顾客吵架或维护公共安全时，遭遇推搡等行为，甚至能拿到5000元。除了委屈奖，还有各种文明价值奖励，像幸福建议奖、勇敢正义奖、专业知识贡献奖、服务项目奖、文笔奖、团队奖等，都有可能拿到奖励。这就像在学校里，不光学习好有奖，品德好、有创意也有奖，谁不想努力表现？在假期方面，胖东来更是没得说。从2013年初开始，员工就有每年30天带薪年休假的福利政策。
2021年3月起，超市部全体员工再增加10天年休假，未来胖东来的工作时间每周不会超过36个小时，年休假不会低于40天。这工作时长和假期对比大多数企业，简直就是天堂般的存在。别的地方员工在办公室熬夜加班，胖东来的员工可能正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享受假期呢。这么好的薪资待遇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，员工流失率低得可怜。老员工能在这儿干到退休，员工心齐了，服务质量能差吗？除此之外，胖东来在招聘上也是格局颇大。新乡第3家胖东来门店开启招工阶段，计划招聘约1000人，这里面还给退伍军人和有前科人员预留的岗位。胖东来直接划出了20%的名额，也就是足足200个岗位，专门面向在新疆、西藏高原等艰苦地区服役的退伍边防军人。与此同时，北京环球影城也开始招牌退休老人来上班。原来我们差的不是退伍军人证，而是退休证。再把目光转向有犯罪前科人员的岗位，胖东来这一次规划了2%的岗位，也就是20个给有犯罪史的服刑人员。这消息一放出来，网上立马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议论纷纷，有人竖起大拇指，有人称以后不敢再去胖东来。于东来认为，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呢？这些人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，社会就该给他们一个重新融入的机会，让他们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生活。你可别以为胖东来就影响个超市行业，他早把许昌的经济搅得天翻地覆了。先说说旅游业，去年许昌接待了300万外地游客，80%是冲胖东来的。高铁站的胖东来专线公交，以前跑一趟拉5个人就不错了，现在挤得门都关不上。游客多了，酒店业也跟着沾光。1年时间，许昌新增了45家连锁酒店，房价旺季能涨3倍。有个老板更会来事，把自家老宅改成民宿，就挂个牌子，步行到胖东来8分钟，结果天天满房。餐饮业更是热闹，胖东来门口的小吃街，以前就2卖胡辣汤的，现在可好，从早餐到夜宵，川菜、粤菜、火锅、烧烤，啥都有。卖烩面的老板说，以前一天卖50碗就不错了，现在光外地游客就能点100碗，还得雇俩服务员才忙得过来。更有趣的是，烧烤摊招牌上写着胖东来同款秘制酱料，直接门庭若市，连菜市场都被带活了。以前摊主们卖菜缺斤短两是常事，现在倒好，个个学胖东来称，多了给添俩辣椒，称少了立马补钱。这股子胖东来风还吹到了政府政策里，许昌市政府直接把胖东来的套路变成了诚信经营实施方案，要求全市863家餐饮企业都签诚信承诺书，让许昌2024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冲到了全省第1。难怪其他城市的考察团一波接一波的来抄作业。胖东来甚至还带动了许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，在供应链上游，为了保证商品的品质和供应稳定性，胖东来与众多本地供应商紧密合作。比如生鲜产品，胖东来会与许昌周边的农户合作，大量采购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这直接增加了农户的收入，也促进了本地农业的发展。在物流方面，胖东来投入15亿建设物流园，不仅满足了自身的配送需求，还带动了许昌本地物流行业的发展，催生了一批围绕胖东来业务的物流企业和配送团队。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，胖东来拉动了一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展，如同拉动了一台高效运转的经济机器，各个环节都在他的带动下加速运行。你说这胖东来到底给许昌带来了啥？是每年170亿的销售额，是300万的游客，还是全省第1的消费增速？我觉得都不止，它更像个商业教科书，教会了许昌的商家怎么做人做事，把全国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座3线小城。现在的许昌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没啥名气的小城了。胖东来哪是什么超市啊，它是许昌的城市名片，是经济的催化剂，更是老百姓心里的放心秤。这么好的超市，为什么不往外地开呢？胖东来死守许昌这事儿，表面看是保守，实则藏着一套对商业规律的深刻洞察。它的不扩张，本质上是对企业能力边际的清醒认知。简单来说，就像武林高手从不轻易踏入自己不熟悉的江湖，因为那里的规则、对手甚至空气都可能让看家本领失灵。胖东来的服务不是简单的微笑问候，而是一套需要毛细血管式管理的系统工程。在许昌，从店长到理货员，每个人的动作都有标准。这套体系能落地，靠的是30米管理半径。总部对每家门店的巡检每天不少于3次，
任何服务瑕疵，能在2小时内整改。一旦走出许昌，这个管理半径会呈几何级放大。假设在郑州开一家店，总部到门店的距离变成100公里，巡检频率会降到每周1次，整改周期拉长到24小时以上。某连锁超市曾试图复制胖东来模式，在3个城市开了10家店，结果不到2年就因服务标准下滑闭店7家。核心问题就是管理触手伸不到基层。胖东来在许昌的供应链是用20年时间织成了一张毛细血管网。生鲜区的番茄来自许昌周边30公里的蔬菜基地，每天凌晨3点采摘，5点到店，损耗率能压到 0.8%。自有品牌的面包粉是联合本地面粉厂定制的72小时低温发酵配方。这种深度绑定的供应链，这套体系一旦跨出许昌，就会面临供应链重构。如果在武汉开店，仅建立同等标准的生鲜供应链，就需要投入至少2亿元建设区域物流中心，还要重新谈判500家供应商。更棘手的是品质控制，许昌的农户能接受胖东来每颗番茄糖度必须达 6.5% 的苛刻要求，因为双方合作了15年，而异地供应商很难在短期内建立这种信任。某零售企业测算过，胖东来若在北上广深开店，供应链成本会上升 40%， 这意味着要么涨价丢失竞争力，要么维持低价牺牲利润，陷入两难。胖东来的服务内核其实是对许昌地域文化的对症下药，工人地区的熟人社会特质，让过度热情成为社交润滑剂。比如员工帮顾客扛米上楼，记住老顾客的生日偏好，这些在许昌会被视为实在，但在上海可能被解读为越界，在广州可能被看作效率低下。这种文化适配性的鸿沟在商业扩张中往往是隐性杀手。于东来在内部会议上常说一句话，做企业不是登山要爬到最高，而是种果树能年年结果子就行。这句话道破了胖东来的战略本质，他选择的是价值密度优先，而非规模优先。在许昌，胖东来的单店平效是沃尔玛的5倍，无效是永辉的3倍。这种小而美的模式，让他能把 90% 的利润分给员工，维持40天年假、6000元保洁工资的福利体系。一旦异地扩张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必然需要融资拓店压价。利润被摊薄后，员工福利和服务投入会首当其冲被削减，这恰恰是胖东来的生命线。这背后是对企业幸福指数的独特定义。于东来算过一笔账，在许昌，员工满意度达 98%， 顾客复购率达 92%， 这2个数据形成正向循环。如果扩张到10个城市，员工满意度可能跌到 80%， 顾客复购率跌到 70%。看似规模扩大了，实则核心竞争力被瓦解。这种对规模陷阱的警惕，比单纯的怕失败更具商业智慧。胖东来如今已是许昌的城市流量入口。2024年300万外地游客中，80%的行程与它相关，带动当地餐饮酒店增收超20亿元。这种超市加文旅的复合价值，恰恰源于它的地域唯一性。当商品或服务具有不可复制的地域属性时，其价值会远超本身功能。胖东来的网红月饼、免费酸梅汤，甚至购物袋，都因只有许昌能买到而被赋予社交货币属性。一旦全国扩张，这种稀缺性消失，它会从城市地标沦为普通超市，失去议价能力。更深远的是对城市经济的绑定。许昌市政府为胖东来配套了免费停车位、公交专线，甚至将其服务标准纳入地方诚信体系。这种政企协同的生态是异地政府难以短期复制的。胖东来若离开许昌，等于失去了生长的土壤。说到底，胖东来的不扩张是对商业规律的敬畏。他深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货架上的商品，而是一套与许昌深度咬合的生态系统。这套系统就像精密的钟表，每个齿轮都与城市的肌理严丝合缝。一旦离开原生环境，再精巧的设计也会失灵。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定力的坚守。在这个追求规模的时代，这种清醒本身就是最稀缺的商业智慧。再考大家个问题，你觉得胖东来最厉害的地方是啥？是退货自由，是员工福利，还是带动经济？其实都不是。他最厉害的是让所有人相信，做生意不玩套路，真心对人就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就连东哥也下场说自己做企业的初心与于东来一样。我觉得东来他的经理呢，其实跟我们竞争一样。那么观众朋友觉得京东和胖东来一样吗？
评论区等你的答案。